回顾了一下，不算上来台湾居住，这是5年来第一次出国，也是和果果第一次一起出国，同样也是带着2个小朋友，全家第一次出国游。这次要去的是壮壮期待已久的马里奥的故乡大阪。开始。以前单身的时候出游，从来不需要思前顾后，吃可以将就，住可以马虎，也从来没担心过出门在外会身体不适的情况。毕竟我们中国人百毒不侵，忍耐力又好，不会有啥大碍。而这次就完全不同了，从差不多2个月前就陆陆续续开始查资料、做功课、定路线、排行程，大到哪天去哪几个景点，小到坐啥交通线路，从哪个出口出来，甚至做梦都梦见2次行程出了问题，和果果起争执。都说出国游是考验夫妻默契的最好方式，可不想一段感情葬送在开开心心的出游上，所以行程必须认真对待。另外，其实这趟也是双子座果果的生日出游，更是让我压力大到生怕出一点纰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，因为爱情嫁来台湾，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。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，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，时不时分享一些亲子出游的影片。本以为我至少也是出演过王家卫导演的《繁花》的翻拍粽子广告的人，机场可能会遇到1-2个粉丝找我要签名。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。带着小孩一路登机非常迅速，值机和过安检都能走快速通道，所以提前很久就在等登机了。等待期间吃了路上买的火车便当，非常实在，1块猪排，1个卤蛋，1块豆包，还配2种蔬菜，只要100台币。看时间还充裕，问果果要不要去免税店买点保养品。虽说我是觉得他天生丽质，没有很大必要，但毕竟以后岁月不饶人，保养从早抓起也好。不过他说自己不用也漂亮，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刚好可以省点钱。因为便宜的关系，我选择的是台湾虎航。看到飞机菜单上写着必吃台湾味，好奇打开看看，竟然没有卤肉饭和鸡排。不过这盐酥鸡看起来也不错，估计有人点了的话，周围会传来仇视的目光吧。毕竟在狭小空间内，那味道太香了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，非常庆幸我们的出游定在周2，
一方面我习惯每周一拖地，拖完地出门回来后，地上干干净净的，心情比较好。其二，我们家每周二一早有上门收垃圾服务，出门前要是没能把湿垃圾丢一丢，绝对是一件心头大患。到达关西机场的时候是日本的6点，当日晴天，空旷的机场阳光非常漂亮，希望预示着本次旅途毫无阴霾。但实际上，过检疫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，因为上飞机前妹妹就睡着了，于是在飞机上精神特别好，以至于一直想下来跑。就这样闹腾了一路后，检测出体温过高，被边境防疫站拦了下来。在现场心里着实着急，因为订了7点的海南特急列车，还需要找换取大阪周游卡和交通一日卡的地方，而当时是6点10分。幸好经过了差不多10分钟简单的问话和填表后顺利放行。因为台湾并不是几个引起发烧病毒的疫区，只是提醒我们让妹妹多喝水。其实她离开机场就没有体温过高了。通完海关领完行李，出口出来往左转，一直走就是南出口。而接近南出口的 F 门处有个 Information 服务台，7点前可以在这里换取在 Klook 上提前买好的大阪周游卡和交通一日卡，出示护照和2维码成功领取。此时已经当地时间6点40了。而后转身坐电梯上2楼，按着指示通过通道，就已经来到了机场线的售票厅，历时2分钟。直到此时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了下来。我们要去的是南波。其实关西机场出发到达南波的列车分2种，一种是普通机场线，票价是970元，需用时45分钟；另一种是南海特急号，票价多520元，用时36分钟。贵的地方我觉得倒不是那短短9分钟，而是它的造型以及它的名字南海特急忍者号。没错，有一定年龄又爱看动画片的观众应该会知道，它就是我们叫做铁胆火车侠，港台叫电光快车侠的动画中非常酷的角色南海忍者号的原型。靛蓝色的车身配上视野宽阔的圆形车窗，造型就感觉非常华丽。听说内部空间也比普通机场线要宽敞，相当于头等座的意思。趁着儿子要尿尿，还顺带把厕所参观了一下，倒也没有引起我注意的特别之处。南海特急和普通车不同的是，普通车上随便坐，和台湾机捷差不多，而南海特急是有座位号的，所以在 Klook 上提前订完票后，还需要去他的网页预订班次和座位。麻烦就在这里，当天我们的飞机落地是6点，我就在7点的班次和7点半的班次间犹豫，怕赶不上早的那班。幸好当天是赶上了，不过我想如果没有赶上的话，应该也可以现场改班次吧。另外，如果现场买票的话，可以在售票厅，也可以先刷大阪的西瓜卡，进站后在月台售票处补520元上车。看吧，我真的做了非常详细的攻略，连各种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。看着窗外的落日余晖，终于可以稍稍安心一下下。其实也没多久就到站了，接下去又该掏出手机查看备忘录里的行程安排，当晚的晚餐要在哪里解决。因为带着2个小朋友，不允许我们停在路边查询去哪吃合适，一切都需要提早规划。耶！当天安排就在南波站旁边的 Sky O 百货里一家象印食堂，没错，就是做电饭煲。
保温杯的那家相应。进门处就能看到他们家最高科技的盐武电饭煲，吃了这个电饭煲煮的饭，可以点燃胸中的希望之火。我家用的就是他们家的电饭煲，只不过是低端款，所以来试试差距在哪。看评论说他们家米饭特别好吃，而且无限量供应。来日本让我很安心的一点就是果果的日语很 OK。 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什么。 OK， 这样是2种。因为到店的时间已经是8点了，当日只有2种定时可以选择，那也不用多说了，各来1份吧。端上来看到菜式十分精致，器皿也非常漂亮，颇有点繁花里老总泡饭的感觉。桌上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动芝麻研磨器，可以调节倒出的芝麻颗粒大小，磨碎的芝麻拌饭特别香。也因为饿了的关系，我连吃了3碗白饭。当然你要说纯粹是电饭煲好吧，这不太好说，毕竟煮饭的好坏取决于米的品质、水量的控制，以及进水时间和透气时间等多方面因素。所以我从不迷信很贵的电饭煲绝对能煮出好吃米饭的理论。谁让相应没找我做业配呢？吃完的时候已经接近9点了，我们的住宿离南波还有2站地铁的距离，继续赶路，让2个小的早点睡吧。第二天可是本次行程的重头戏，大阪环球影城，需要早起去冲锋。说到在日本搭地铁，真的是很让人困扰。地铁线路多不说，地铁公司也非常多，所以有时候同一个站的不同线路是需要出站换线的。而且非常致命的是，我们又推着推车，所以找地铁线路先要找地铁无障碍入口，同样换线也是上上下下非常麻烦。这一程就需要从南波机场线出来后上地面，绕到 A 线的入口，再从 A 线绕到我们要搭乘的 B 线，实在是头晕。连智能手机都不能给到太智能的线路，只能靠自己摸索，并且你在手机上查到的站名或许是中文，或许是英文，但实际到了那站显示的可能是平假名或片假名，又是一顿迷糊。此次行程在搭地铁上吃了不少苦。终于风尘仆仆抵达了这次的民宿，完成了这一天把一家4口从台北倒腾到大阪的艰巨任务。欣慰的是，一切都在计划中，没出任何纰漏。后续的行程会顺顺利利吗？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这里房间进来，这里好小，格局啊，这里是厕所。这里是洗澡嘛，那这里是鞋柜。这个门呢，这就门关起来，这里是卧室。小心哦，卧室还可以吗2张床啊，随便他们滚。大家滚啊！这里就是厨房，这里有冰箱、微波炉、垃圾桶。这垃圾桶很大，住个好几天都可以。好看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厕所，这里厕所这是浴室所以那边是马桶，这边是浴室。然后这边还有洗手台和洗衣机，有洗衣机太棒了。毛巾他给了这么多，我以为就给2条。他说不够，可以自己拿洗衣机来洗。然后这是客厅。就这么暗。这里是衣柜，被子这里。
不错不错，活动空间还可以。